我和一群秀女头顶毒蛇，在城楼钢丝上一步步往前挪。站稳了，谁掉下去，谁就死！我咬紧牙，眼看就要到对岸，头上的毒蛇却一口咬烂我的脸。我凄厉尖叫，整个人从高空直坠，而养妹却轻盈落地。一只凤凰竟也振翅，落于她肩头。好一个天命贵女！臣女谢武，叩谢太后娘娘恩典。我趴在血泊里，直到咽气前，才知道娘亲手给我戴上的芙蓉华冠里藏满了细小蚜虫，最能激怒毒蛇。而谢武头上那只看似寒酸的桃花钗，竟是太后母亲的遗留之物。我这是重生了。这是娘亲手给你做的花冠，定能让你在百花中脱颖而出。婴儿，戴上它，保佑你一生荣华。多谢娘，这花冠女儿很喜欢。爹娘，女儿这边去了。时辰到了，请谢姑娘上轿。既然你们打定主意要害我，推掉这顶花冠也会有新的毒招。既然已知陷阱所在，见招拆招便是。嬷嬷，婴儿初次入宫，规矩上难免有疏漏，还请嬷嬷指点一二。保和殿后有一座观音像，那是太后娘娘常去的地方。娘娘信佛，最是喜欢有礼数的姑娘。观音殿，婴儿记下了，多谢嬷嬷。都排好队，莫要喧哗，随我前往观音殿进香，不得有误。这宫墙之内，步步皆是算计。谢武向来张扬，今日进香，倒要看看他藏着什么心思。让开，我要先拜。求菩萨保佑，让我一举得中，压过谢英入主后宫。前世你用这支钗毁了我的容貌与前程，今生就先从他开始讨回来。蠢货，遇钗遇火则废，没有了这桃花钗，我看你如何获得皇后的偏爱，还能这么高兴？莫不是以为菩萨显灵？多谢菩萨显灵，看来今日注定是我谢瓦青云直上之日。谢英姑娘，该你了，去吧。是，嬷嬷。信女谢英，愿以母亲亲手制作的花冠为贡品，供奉观音菩萨，祈求我大周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蠢货，献了华冠又如何？没了行头，我看你待会儿怎么办？谢我这一世，我可不会被你们牵着鼻子走。上一世的债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。谢家嫡女谢意上前觐见。参见陛下，皇太后。你就是那个在观音殿献出花冠为大周祈福的谢家姑娘？正是臣女。不骄不躁，以国为重，倒是难得的雅致漂亮。谢英，留牌子，封贵人。臣女谢英叩谢太后娘娘隆恩，叩谢皇上隆恩。宣谢家谢武上前觐见。臣女谢瓦叩见太后娘娘，叩见皇上。下去吧。等等，你头上的簪子取下来，让哀家看看。是，娘娘。这是哀家生母的遗物。臣女不知，这簪子是当年父亲在集市上偶然所得，臣女见之欣喜，并不知其来历。这簪子本该是粉色的，如今变成了这副鸡骨白的模样，可见你保存不当，也压根儿不爱惜。留牌子，封答应吧。答应？凭什么比谢恩低一位？还不快叩头谢恩！多谢太后，皇上恩典。不爱惜太后王母遗物，还敢戴在头上招摇断世。谢武，你这马屁可真是拍到了马腿上，连招呼都不打了，这是不装了？不过是一个魏粉插曲，这就连装都懒得装了。姐姐，你这花冠真漂亮，一会儿定能惊艳众人。妹妹可全指望姐姐照应了。这养气功夫终究还是差了些。按规矩，中选者可回家待嫁3日，辞职父母。谢贵人，轿子已备好了，
请吧。嬷嬷，颖儿不愿离宫。哦，这可是回府谢恩的好机会，贵人为何不去？这一世承蒙菩萨护佑，颖儿才能得此尊荣。颖儿想侍奉菩萨3日，以表谢气。你倒是个有心的。上一世眷恋的家，如今已是虎穴龙潭。若爹娘发现我不但没死，在那府里，怕是还有百种害人的法子等我。我不敢冒险。观音殿十分清静，我白天洒扫庭院，擦拭供铎，给观音像掸尘，晚上就点着油灯抄经，一步也没有踏出殿门。瞧见没？谢家姑娘在这店里待了足足3天了，连门槛都没迈出来过，真是个难得潜心的。那抄好的佛经摞起来都能有半尺厚了。原本我还寻思着她是想借这地方等皇上偶遇，搞那些勾引人的手段，没成想人家是真坐得住，这份不烦躁的稳重劲儿，太后娘娘最是爱看。谢贵人抄经辛苦，太后娘娘有旨，嘉奖贵人至诚至孝，特赐封号惠。臣妾谢太后隆恩。惠，爱民好语，柔质慈女，当真是个好封号。上辈子谢妃进宫便是贵人，不到半年生了嫔，1年后便封了妃，仅仅3年便成了贵妃。姐姐，你就安心死在冷宫吧，你的命注定是给我垫脚的。谢我，上一世你踩着我的尸骨一路高升，这一世我终究是抢先一偏入了太后的眼。劳烦姑姑回禀太后，臣妾定不负这个惠子，余生定当潜心修行，为皇家祈福。贵，他还没正式入宫，凭什么先得了封号？太后竟然亲自封号，给他！谢英，你以为得了这封号就能压我一头了吗？我们走着瞧。李公公，爹爹在府里时常提起您，说早年承蒙公公照应，这些是给公公添茶的，还望公公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。谢大人太客气了，老奴受过谢家的大恩，自然懂得如何报效。小主今晚只管等好消息便是。皇上有旨，封谢氏5为贵人，赐封号贤。3日前还是答应，如今已是贵人，封号贤，到底还是跟我平起平坐了。谢家一品尚书的能耐果然不小，再过几日，怕是真要压到我头上来。惠主子，这是内务府给您的份例，收着吧。站住！原本要送来的珍品芍药呢？那可是主子最喜欢的，怎么变成了这些烂月姬？芍药，贤贵人方才路过内务府，说那些花开的娇艳配她的封号最合适，便全抬去她那儿了。主子，他真的疯了！抢了花还不算，连您份例里的春装绸缎也给劫走了，居然让人送来这些破棉布！您才是谢家正经的嫡女，她一个养女，凭什么这么欺负人？您就不去跟皇上评评理？太后娘娘交代的经文还没抄完，别让这些闲事乱了心情。让他得意去吧，这后宫的水可比他想的要深得多。主子，报应来了！贤贵人他把胳膊摔断了。这宫里路平如镜，他是怎么摔的？还不是因为那位宸妃娘娘。这位宸妃娘娘是将门之后，打小跟皇上少年相识，二人情分深厚。原本皇上登基便要立她为后，可太后一直嫌她身子骨疲弱，百般阻拦，最后硬是压下旨意，只将她册封为妃。这次大选，宸妃本就心中郁结，她自幼体弱，心性娇柔，根本不愿分享帝王恩宠。皇上连日低声哄劝，她依旧执拗不依。皇上本就倔强，被几番冷落后心生赌气，索性连着3日专宠贤贵人，存心借此惹怒宸妃。皇上，不好了！永和宫来人报信，宸妃娘娘心口疼得厉害，这会儿连气儿都快喘不上了。什么？朕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？皇上，您说好今晚陪臣妾的，这酒还没喝完呢。放手！永和宫传信说宸妃心口疼得不堪，朕必须立刻过去。皇上，太医都去了，您去了也帮不上忙，不如留下来陪陪臣妾。臣妾也觉得身子有些……朕让你松手，没听见吗？我的胳膊！听说贤贵人在地上躺了足足半天，等皇上的仪仗走远了，才有人敢上去扶。如今后宫里的老人没一个不笑话他的。宸妃前世她病故后，皇上追赠她为后，辍朝3日，她一死，谢武才真正得势。这辈子路还是那条路，
谢王，你以为自己是特殊的，其实你不过是皇上拿来气心上人的工具罢了。这宫里的恩宠，像这暮春的花一样，开得快，谢得更快，唯有太后屹立不倒。主子，入宫这么多天了，太后娘娘头一回主动传召。奴婢听闻，昨日贤贵人为了显摆那只桃花簪，在慈宁宫门前站了半个时辰，太后都没见。今日竟让您进去，显摆得来的那是施舍，抄出来的才是诚心。谢武求的是宠，我求的是一个稳字。前世谢武踩着我的尸骨平步青云，这辈子我要借着宫里最稳的那座泰山，压死他的青云路。惠贵人可算来了，太后娘娘方才诵经歇下，正念叨着呢。有劳姑姑挂心。臣妾昨夜刚抄完的药师经，想呈给娘娘过目。太后娘娘很少宣妃嫔单独觐见，今日召见是对贵人的初步认可。贵人请吧。臣妾惠贵人谢氏给太后娘娘请安，愿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是。惠贵人，哀家听说你是玉京第一美人，不过是旁人谬赞，嫔妾蒲柳之姿，实在不敢当太后如此盛赞。哼，你倒不必自谦。哀家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见过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这张脸确实当得起第一美人的名头。只是漂亮归漂亮，却不像有些人那样仗着有几分姿色就轻浮的找不着北。你稳重端庄，知礼数，懂进退，这才是最难得的。哀家赐你的那个惠字，看来没有给错。又是永科宫那位吧？听说今早又把皇上赐的羊乳玉瓶给砸了，嫌颜色不够正，正跟皇上闹呢。嘘，小声点，那位交金任性是出了名的，也就皇上宠着。太后娘娘最厌恶这种没规矩。太后娘娘谬赞，臣妾身在后宫，唯有守拙，方能不负娘娘教诲。你倒是真沉得住气。碧幽，带他们都下去吧，这儿不用伺候了。是，娘娘。惠贵人，哀家问你一句话，你要如实回答。你可知哀家为何要如此抬举你？嫔妾愚钝，愿听太后娘娘安排，绝无二话。是个明白人。起来，走近些，让哀家好好瞧瞧。皇上登基3年，后宫瞧着热闹，却只有陈妃一个高位妃嫔。哼，哀家不是容不得她，她这降门之后，身子却弱得像根灯草，3年没能怀上一儿半女，皇上却专宠她一个，其他妃嫔连龙袍的边都沾不上。没有子嗣，那是动摇国本的大事，哀家绝不能不管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知道该站哪边。今晚哀家会亲赐一壶温情酒，到时哀家会亲自发话让皇上去你那里。谢英，你得好好把握这次机会，莫要让哀家失望。嫔妾谨遵太后娘娘吩咐。这件撒花燕罗裙太素了，皇上肯定喜欢红的。哎呀，那对新打的掐丝金凤珠钗呢？主子，太后娘娘身边的碧幽姑姑刚才传信了，说皇上待会儿就到，您可不能就这么肃静着，得赶紧梳妆啊！不用，主子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宠啊，别人求都求不来，您不打扮打扮？恩宠？这酒是温情酒，心却是冰凉心，靠颜色留人，能留几时？把这些衣裳都收起来。去，把那盏快熄了的油灯挑亮些。主子，太后赏的那壶温情酒已经送到乾清宫去了，李德全公公亲自接的。这会儿皇上的龙年怕是已经过了龙山门了，您怎么还坐得住啊？急什么？他若是冲着美色来的，这宫里谢武之流还少吗？那也不能这样啊！太后分明是特意为您铺路，你可得要点。这药师经只求康健，本是太医分内之事，今夜重中之重，该是笼络皇上的心才可。保佑身体健康，这经是为了活命的人抄的。主子，天都黑透了，算奴婢求您了，换件衣裳吧，好歹把这头发重新梳梳，哪怕抹点口蒸呢。不换，
您这穿出去像什么样子啊？皇上驾到！主子，皇上来了。好了，安心，我自有安排。臣妾恭迎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就是惠贵人谢烨。回皇上，正是臣妾。朕还有事，你早些歇息。恭送皇上。你倒是不闹。谢武会拽着朕的袖子哭，陈妃会为了朕跟太后使性子发脾气。这宫里的女人恨不得把自己拴在朕身上。你就这么看着朕走，是真不在乎，还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？皇上日理万机，前朝后宫皆需您圣才，嫔妾不敢因一己之私叨扰皇上清梦。嫔妾今日抄了一卷药师经，是专门为陈妃娘娘祈福的。听闻娘娘报话，嫔妾无能，唯愿娘娘能借此功德早日康复。你倒是有心了。这整整一卷经文，没几个时辰的苦功夫，断写不到这个地步。为皇上分忧，这是臣妾该做的。皇上，瞧这天色，怕是有一场大暴雨，您看……皇上，今儿天沉沉的，怕是要落雨打雷。陈妃娘娘最是怕雷声，这会儿心里定定盼着您，您还是早些去娘娘那里吧。太后那脾气你比朕清楚，朕若走了，明日她便会知道你没留住朕。你当真不怕太后怪罪？嫔妾不过是说了实话，太后娘娘向来通情达理，若知道嫔妾身子不便，心疼皇上还来不及呢，怎会怪罪？皇上会和嫔妾一起保密的，对吗？对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李德全，起驾永坑宫。主子，您这是疯了吗？奴婢在这宫里待了这么久，头一回见把皇上往外赶的。这宫里的位子抢来的不长久，让出来最金贵。给惠贵人请安，皇上有旨，赏惠贵人金锭2匣，云锦4匹，羊脂玉镯1对。贵人，这些可都是皇上特意吩咐备下的心意，您可千万要收着。这是一套极好的文房四宝，专门送给贵人抄经用的。东西送到，奴才就行告退。主子，这怎么可能？您昨晚明明把皇上赶走了，不治罪就算了，反倒赏了这么多好东西。清河，你记住了，在这后宫里，争的一时长短固然风光，可那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烟火。真正能活下去的，是看谁能在皇上心里留下痕迹。可您让他走了呀，这不是把痕迹往陈妃娘娘那儿推吗？皇上满心满眼都是刚刚和好的陈妃，昨晚不过是迫于太后娘娘的压力，走个过场。如果我像谢婉那样哭着喊着拉着她的袖子不放，皇上只会觉得我面目可憎，甚至会因为被耽误了去见陈妃而厌烦透顶。可我没留，我不但让她走了，还替她找好了在太后那边的台阶。这样一来，她反倒记住了我，不是因为容貌，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拼了命抢她的时候，只有我学会了让。皇上来看我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，起初只是偶尔路过，进来喝杯茶，做一盏茶的功夫便走。后来隔三差五来坐坐，有时是午后，有时是黄昏。他来的时候，我大多在抄经，他也不打扰，自己寻个地方坐下，随手翻翻我书架上的闲书。这是什么经？回皇上，是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之时，朕在你这里倒觉得心里安生。皇上若是觉得安生，常来便是。嫔妾这里的茶虽不是顶好的，但火候总归是够的。这后宫之中，人人都想从朕这里得到些什么。贤贵人要恩宠，陈妃要名分，还有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要个子嗣来稳固门第。只有你谢瑛，你除了跟朕讨论这几句诗词，抄这几页佛经，竟是什么也不要。嫔妾没有什么好求的，能常伴皇上左右，抄经祈福，已是天大的福分。要的，我当然要。恩宠会散，位分会夺，子嗣也未必能保于世周全。我要的是比这些都更长久的东西。我要活着，在这吃人的宫里，清清醒醒地活着。娘娘恕罪，这菜已经热了3遍了，
若是再热，这肉质就老了。皇上3遍，本宫等了1个时辰。他心里若是有本宫，批蹄子再晚也会记挂着这顿晚宴。既然他不来，这些东西留着喂狗吗？主子，永科宫那头昨晚闹腾的房梁都要掀了，听说皇上赶过去哄了大半宿。陈妃娘娘非但不领情，还把皇上最爱的那方白玉镇枝给砸了个粉碎。浇花离了水活不久，她这是在折损皇上的耐性。清河，去沏1壶清火的鱼花茶来，放2块冰糖。你说，朕是不是把他惯坏了？他从前性子虽也娇，却还没到这般不讲理的地步。可自从朕登基，恩宠他占了99%，他反倒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陈妃娘娘自幼体弱，近来身子不适，难免心绪不宁些。皇上多体谅些便是了。朕还不够体谅他。后宫3年不选秀，那是太后指着朕的鼻子骂，朕都给压下了。这次选秀，若非太后当众发了脾气，说朕要断了皇室香火，朕为她绝不会这么多。她竟然连一个晚膳都要跟朕闹到摔东西。这宫里的女人，朕一眼就能望到底。谢伟求宠，陈妃求情，朕倒是没想到临了竟会遇见你。嫔妾也没想到会遇见皇上。别求那些虚名，在朕这儿，你跟他们都不一样。他对陈妃如此深情，却也是转头就变。他对我越温柔体贴，却越提醒着我，帝王之爱不过是镜花水月，不可贪恋，更不能交了心。公公，还请再帮帮嫔妾。贤贵人客气了，您的这份心意，老奴定会找个最合适的时机，在皇上面前替您圆回来。主子，你还有心思在这写字呢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谢武送了1个月的礼，也该有些响动了。不是送礼，贤贵人这会在御花园的桃花林里，正带着人跳舞呢。跳舞便跳舞，有什么稀奇？主子，可她穿的是鹅黄色的衣裳。奴婢听宫里的老嬷嬷们嚼舌根，说当年陈妃娘娘与皇上初见，穿的就是这种鹅黄色的裙子，在那桃花林里一吊，皇上当时就把魂给勾走了。而且李公公分明是收了银子的，早就让人去请皇上了。这会儿皇上的一怕是已经快到桃林了。那是皇上心里最柔软、最不能碰的地方。谢薇，你倒是真舍得下血本。主子，完了，皇上去了，不但去了，还把那支舞全看完了。奴婢躲在假山后面瞧见，皇上看贤贵人的眼神温柔的都能滴出水来，笑得那叫一个高兴。自从陈妃娘娘病了，奴婢就没见皇上这么笑过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就这3个字，主子您就不着急吗？贤贵人这一招若是真的复刻了当年的情分，以后在这后宫，她还不得骑到您头上来？急什么？这世上的事越是刻意，越是留不住。谢武以为换上一身鹅黄色的衣裳，跳一支旧舞，就能把当年的故事重演一遍。可他忘了最要紧的一件事，当年让皇上动心的，从不是那片桃花，而是严氏陈妃沈氏那个人。谢武不是陈妃，他扮得再像，也不过是个一碰就碎的赝品。小主，皇上昨儿赏的那对珍珠，配您今儿这侧色，绝了！皇上3日都歇在咱们这儿，连永科宫那头都顾不上了。主子，您瞧瞧他那轻狂样，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，不就是在那桃林里跳了支舞吗？这满后宫都在传，说他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连您的嫡女身份都不放在眼里了。主子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贤贵人现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听说李德全见着她都得点头哈腰的。这宠爱是皇上的，可这后宫里除了宠，还得看这根基稳不稳。陈妃沈氏能在后宫独占圣宠3年，你当真以为皇上只是看中了那张倾国倾城的脸？难道不是吗？皇上还是皇子时，陈妃的父亲沈将军为了护驾，在江南战场上万箭穿心，战死沙场。这份过命的恩情，皇上这辈子都还不完。谢武以为复刻一支舞就能复刻当年的情分，他这是在陈妃最疼的地方撒盐。等永宫那位回过神来，有的是谢武受的。清河，
把我这几个月抄好的100份药师经拿出来，封装好送去观音殿供奉。清河看着那沉甸甸的100份经文，惊得合不拢嘴。100份，主子，这可是您熬了多少个大夜晚才写出来的？去，就这么跟观音殿的师傅说，这些经文要供满7期49天。谢物在强宠，我就在救命。这后宫的水很快就要浑了。惠贵人，娘娘听闻您在观音殿日夜祝祷，心中感见。这荷包是娘娘亲手缝制的，特遣奴婢送来。嫔妾微末心意，竟劳烦娘娘动迁针线，实在罪过。烦请姑娘回禀娘娘，这荷包谢也定会片刻不离。那海蓝色的花样都老掉牙了，她竟也当成个宝贝，日日挂着，没得寒碜了这席面。朕昨日去永航宫，见陈妃竟能进下半碗必经粥，甚至还陪朕说了半个时辰的话。她常年少食少言，郁郁寡欢。朕本以为，惠贵人，这都是你那100份药师经的功劳。是娘娘福泽深厚，嫔妾不敢居功。陈妃昨日还跟朕念叨，说等那经文供满49天，她要亲自去观音殿烧经祈福。你心性纯良，不争不抢，朕心里有数。朕已命内务府拟旨，晋封你为嫔尉。主子，皇上说要敬您那一位分，这可是双喜临门，臣府您叹什么气？她今日面色红润如少女，语调清凉如百丽。清河，你记住了，久病之人最怕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好。陈妃命不久矣了。主子，贤贵人进城贤嫔的圣旨刚下，他就大摆宴席，请了马后宫的人去喝酒，连老太监都请了，唯独没给咱们送帖子，这不是诚心给您难堪吗？何必跟一个跳梁小丑置气？是，他站得越高，一会儿摔下来才越疼。圣旨到，惠贵人谢氏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惠贵人谢氏，柔家诚信，书慎持公，册封为惠嫔，钦此。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公公顶着大太阳跑这一趟，辛苦了，拿去喝茶。惠嫔娘娘客气了，皇上特意交代奴才要给娘娘个惊喜，旨意便跟中秋的赏赐一并送来，可见皇上心里娘娘重着呢。主子，封嫔了，您现在也是一宫之主了。那贤嫔昨日还显摆个没完，故意给咱们难堪，这会儿圣旨要是传到他那，他还不得当场气死？凭什么？我费尽心机，我送了多少银子给李德成，我练了多久的武，随我去行宫，我倒要看看那个贱人现在的嘴脸，我要撕烂他的脸！小主，家里急事，老爷夫人交代，务必请小主亲切，万不可冲动。主子，神了！奴婢刚才在御膳房那边听说，贤嫔带了人气势汹汹要往咱们这儿冲，手里还攥着凶器，一副要吃人的架势。那是怎么被拦下的？说来也怪，半道上遇见个谢府送家信的，贤嫔看了信，不仅没过来闹，还把人都遣散了。奴婢瞧着他那架势，像是被信给生生镇住了。能让谢武这种疯狗瞬间安静的信，怕不是什么嘘寒问暖，而是爹妈又在教他怎么在这宫里吃人了。见过姐姐，昨日席上忙乱，竟忘了请姐姐。今日特来给姐姐赔罪，以后在这后宫还请姐姐多多照拂。都是谢家的女儿，妹妹客气了。8月初10了，月亮快圆了，人心也快散了。他跳舞送银子拉拢李德全，换来一个嫔位。我安安静静抄经陪皇上喝茶，也得了一个嫔位。他怎么可能甘心？谢我，是什么让你硬生生忍了下去？爹娘的信里又写了什么鬼玉酒信？中秋家宴，看来这一场劫我是躲不过去了。我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主子，刚得的消息，各家万命妇已经进宫了，一品诰命夫人的位子就排在最前头。夫人她来了，你要不要见？为何不见？上辈子我被他们害得面目全非，连这条命都折在了那间四面漏风的破庙里。这辈子他们既然敢进这国门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新的手段。瞧见没，陈妃娘娘今儿还是没来，听说身子骨又沉了些。陈妃娘娘向来性子清冷，这种热闹场面她最是不喜。算算日子，今天正好是那100份经文供奉满49天的日子。陈妃这会儿怕是已经去了观音殿，亲手烧经祈福了。瞧瞧这位贤嫔，
这大红织金是正式颜色，他一个嫔位竟也敢如此招摇，仗着皇上那几日宠爱，怕是连自个儿姓什么都忘了。一品诰命谢林氏入殿谢恩。婴儿，我的好女儿，娘好想你。婴儿，你瘦了，这下巴都尖了，在宫里受苦了是不是？娘在家里日夜为你悬心，就怕你过得不好。娘多虑了，女儿在宫里吃得好住得好，一切顺利，很好。说是真的挂念我，为何半年都不给我写信寄东西？反观谢卫那边，爹娘又是写信，又是给钱，又是利用人脉牵线搭桥。中秋是大喜的日子，娘还是快回位子坐吧，莫要让太后娘娘觉得我们谢家没了礼数。这岁数大了，闹腾这一阵儿便觉精神不济。皇上，随哀家回内殿坐坐。朕送母后回去。恭送皇上，恭送太后娘娘。婴儿，这里嘈杂，娘心里记了不少话，想跟你单独说说。娘，这里说话也方便。女儿如今身为嫔妃，不好在宴席间随意走动。这里人多嘴杂，万一传出点什么话去，坏了你的名声。娘是想跟你说几句贴心的提子话。婴儿，这才进宫几天，你不会连娘的话都不听了吧？好，听娘的。娘想去哪里？观音殿吧，那儿人少清静。是苏州织造专供的月光缎，整个后宫只有陈妃有。谢英，跪下！你为什么没有戴那顶芙蓉华冠？选秀为什么不回家？我和你爹在府里等了你整整3天。你进宫之后，处处跟谢婉作对，封号你要抢，他竞嫔你也跟着竞嫔。谢毅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你是存心要跟他过不去，存心要毁了谢家的前程，是不是？你摸着良心说，我哪里对不住你？从小到大，哪样不是最好的先紧着你？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娘，您既然提到那顶花冠，那您能不能告诉女儿，那里面究竟放了什么？什么放了什么？你自己不识好歹，放着精心的打扮不肯戴，反倒怪起娘亲手做的花冠来了。花冠里藏着透明蚜虫，那种虫子分泌的蜜露，在这京城盛暑之日，最易吸引肉食性的凶猛马蜂。娘，您一针一线做这顶花冠的时候，是不是从头到尾就想要我去死？是又怎样？谢英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是占了阿武嫡长女的位置，你锦衣玉食的受着本属于他的一切，怎么就能如此心安理得，如此铁不齿呢？我的阿武比你聪明，比你懂事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待人接物，哪一样不比你强100倍？历来选秀，一家只能中1个秀女，就算中了2个，得宠的也只会出1个。阿武有大志向，入宫是他的梦想。你既然已经当了这么多年谢家大小姐，为何最后关头要阻拦他的路？你活着一天就是误儿的绊脚石。谢英，要不是念在你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份上，我早就……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？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上一世他已经亲手做过了。为什么他会觉得我是占了谢福的位子？为什么他对我的厌恶，竟像是在对待一个毫无血缘的仇人？爹，他……难道爹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？颖儿坐稳了，爹带你看走马灯去。咱们颖儿是谢家的掌上明珠，要看就看最高最亮的。应者美玉也，爹希望你一生清透如玉。郎君一路辛苦了，瞧这孩子生的，真是与郎君像极了。二叔死了，爹从江南赈灾回来后就变了。娘，您对爹也突然变得那样热情。
爹，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？既然你都要死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他是阿武的爹，至于你那个亲爹，他早就烂在江南的臭水沟里了。娘，您还跟他废话什么？这真相他听了就能带到棺材里去了。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娘，咱们没时间耗了，待会儿您找个重物打晕他，扒了他的衣裳，越乱越好，然后我去外头叫人。您想，若是各宫妃嫔连带着太后皇上都来了，看到一个衣裳不整的惠嫔躺在观音殿里，太后会怎么想？皇上会怎么想？谢武，你这招不觉得太下作了吗？下作，只要能弄死你，什么招都行。私通侍卫，秽乱宫墙，这个罪名够你死100回了。到时候整个谢家只有我一个宠妃，谁还会记得你这个失贞的贱人？武儿，这法子会不会太……她毕竟也是宫里的嫔妃。娘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他已经起了疑心，刚才那些话他都听到了。若不除掉他，咱们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你忘了爹信里是怎么说的？他现在是惠嫔，跟我平起平坐。太后还拖下去，我这辈子都别想越过他去。你想看着我一辈子被他踩在脚底下吗？还有爹呢，如果让他活着走出这扇门，他一定会去揭发爹的身份。到时候爹会被凌迟，咱们全家都要陪葬。是他要毁了咱们全家。对，为了你爹，为了阿武，你必须死。是陈飞，他果然还没走。星河，快跑！有人要害我们，去救人！快去！有人在外面，不可能！我明明让人守在大门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，怎么会？不管是谁，先打晕再说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去传话。住手！不能逃，绝对不能逃！去死吧！你们都去死吧！哪来的贱婢敢坏我的事儿？我杀了你！怎么回事？陈妃娘娘，来人啊！护驾！陈妃娘娘，得救了！皇上，臣妇冤枉。臣妇因思念女儿，求了贤嫔陪同，一道去上香，顺便想跟惠嫔说几句母女间的体己话。谁知惠嫔见了臣妇，失了心智，发了疯，从袖中拔出尖刀就要伤人。为了自保，护女心切，怕她伤了贤嫔，才仓促间阻止她。至于陈妃娘娘，臣妇当时眼花缭乱，根本没看到娘娘也在场，是惠嫔自己不管不顾冲了上来，这才误伤了自己。慈母之心，谢林氏，你当真是3岁小儿，能被你这三言两语糊弄过去？贤嫔，你娘说是惠嫔先动的手，你来说，在那观音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不知道，臣妾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当时太乱了。是谢青，是他。谢林氏、谢武，你们一个是生母，一个是亲妹妹。朕批了3年的折子，见过无数贪官污吏，却实在想不明白，这世上怎么会有母亲如此狠毒，要亲手杀了自己女儿？
怎么会有妹妹如此畜生？不仅要害命，还用灯油烧死自己的姐姐！更何况，你们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想要杀了朕的陈妃！来人，在！谢林氏意图杀害妃嫔，罪大恶极，念在谢文华一品大员的体面上，不予当众行刑。此白绫由李德全领人即刻执行。谢武废黜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杖5时，始生有命，即刻执行。皇上饶命啊！嫔妾知错了，嫔妾是真的知错了，都是娘教我的，皇上开拖下去。慢着！太后娘娘，您难道忘了那只桃花簪吗？慢着，先把这2个人关进天牢。母后，他们意图谋害陈妃，证据确凿，为何还要？仔细审问，不可草率。母后，朕亲眼所见，陈妃死里逃生，还要审什么？谢林是如此挑衅皇家威严，若不立即处死，朕的脸面何在？皇上，哀家说了，仔细审判。母后，皇上，这件事不简单。谢文华朝中门生遍布，他的夫人在宫里出了事，总要给前朝一个交代，审清楚了再定罪，免得朝堂上有人说哀家和皇上草菅命妇，说那起子闲话。好，那就依母后的意思，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若让他们死了，朕拿你们试问。您可算醒了。太医说，再骗半分命就没了。那2个人呢？皇上怎么处置的？原本皇上都要当场赐死谢灵氏，乱棍打死谢武了。可谢灵氏提到了什么桃花簪，太后娘娘竟然脸色大变，硬是把人拦了下来。现在人都关在天牢里。桃花簪，太后竟然为了这3个字妥协了。这里面果然藏着见不得人的脏东西。我有几句话要叮嘱谢家的人。公公们且去喝杯茶，行个方便。惠嫔娘娘请，动作快些，上头盯着严呢。是你，谢英，你来看我笑话！你滚！你给我滚开！我不想看见你！我来是给你一条活路。活路？你会救我？太后下令仔细审问，你当那是为了救你？那是太后要杀人灭口。谢武，你和娘只能活一个，谁先在审讯前把实情说出来，谁就有机会活着走出这天牢。你想想清楚，娘是一品诰命夫人，见过的大场面比你多得多。她要是为了保住那个男人，抢在你前面把实情全说了，到那时你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可如果你先说出来，我就能去求陈妃。陈妃是受害人，她若是肯开口保你，你一定能保住命和位分。你真的能去求陈妃？你会帮我？我现在已经是惠嫔，谢家倒了，我更需要一个听话的妹妹在后宫帮衬。我为什么要骗你？10年前，太后下了一道密旨，老夫人在江南横行霸道，强占民田，草菅人命，弹劾她的奏折咧起来比人还高。太后压不住，也劝不住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要出大事。太后不能明着动她，背上弑母的骂名，所以她只能借刀杀人。所以她选了我爹。谢文华接了旨，但他那种窝囊性子，哪敢亲自动手？他找了二叔谢文柏。谢文柏，二叔一直在江南替谢家打理产业，熟悉当地的情况。谢文华把毒药交给二叔，让二叔去做这件事。二叔做成了，老夫人死了，对外说是暴病而亡，可二叔手里还剩了一些毒药，他趁着谢文华不备，把毒药下在了酒里。谢文华死了。二叔和谢文华本就长得有6、7分像，他顶替了谢文华的身份，回了谢府。你是谁？我是娘和二叔的女儿。谢莹，你还没明白吗？
爹娘我才是一家人，而你自始至终不过是个被鸠占鹊巢的可怜虫。原来不是爹不喜欢我了，是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爹。那只桃花簪呢？它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，能让太后在乾清宫那种地方连脸面都不要了，也要保下你们？那簪子是我爹从江南带回来的，我爹说那是太后母亲的东西，他让我带着进宫，太后看见了一定会念及旧情，抬举我。旧情？那不过是骗外人的鬼话。我爹交代过，太后要是敢翻脸，那就鱼死网破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原来桃花簪从来不是什么妖宠的敲门砖，而是悬在太后头顶的一把索命剑。谢爷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去求陈飞，让他救我，你听到了吗？救我出去！爹，原来你不是不爱我，你是没办法爱我了。你死在了江南，死在了自己亲弟弟的手里，那个人占了你的名，占了你的家，还要害你的亲生女儿，而我居然认贼作父了整整10年。太后，她从一开始就全都知道，她知道谢文华已经死，知道那个男人是冒名顶替的谢文柏，甚至知道谢武是那个私生女。她默许谢文伴冒充一品大番，默许他占了谢家的宅子、爵位和一切，只因为他杀母的把柄在谢文班手里，他们互相制衡，谁也不敢先撕破脸。而我，真正的谢家嫡女，太后把我选进宫，给我惠字封号，从来不是因为我漂亮懂事，是为了他们，用我来压谢物，用谢物来牵制我，两头平衡，谁也别想一家独大。这后宫的每一分抬举都是带血的算计。不愧是深宫沉浮30多年的太后娘娘，这天下人全都是您的棋子。我恨谢文柏，恨我那个亲娘，恨谢武，我也恨太后，恨你们这些把我当工具、当弃子的人。可我也清楚，在这宫里，恨没有用。谢文柏、林氏、谢福，他们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威胁太后，太后那种人绝不会容忍这样的隐患活太久。他们的死期不远了。而我必须活着，不仅要活着，还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统统下地狱。太后娘娘请安，给惠嫔娘娘赐酒。娘娘说了，这酒还请您亲自走一趟天牢，送给您的那3位亲人。终于来了，红漆描金，白玉盛酒。太后这是要杀人，却又想借我的手去封这些人的嘴。劳烦姑姑回禀太后，就说谢英领旨，定会亲手送他们最后一程。娘，太后娘娘赐酒，娘喝了吧，别让女儿为难。我不喝，滚开！你这个丧门星，谢烨，你不是人，你和你那个早死的爹一样，让人觉得恶心。娘，喝。不动了，这一笔账总算结了。轮到你了。谢英，你说过会救我的，你答应过我要去向陈飞求情，你这种人最讲信义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我骗你的，谢意，你这个贱人，你骗我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放开我，放开！谢英，你不得好死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亲手杀了他！谢湖，看在多年姐妹的份上，你自己喝，还是我帮你？我不喝！我是谢家的千金小女，我是仙嫔，你们这群野货放开我！杀我！你们不能杀我！长嘴！够了。这路是你自个儿选的。去下一个。
哟，大小姐来了。太后赐酒。哼，太后倒是心狠，灭了我的口，她就能坐稳那个位子了。大小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？知道。你不怕？不怕。怕什么？怕你这个冒牌货，还是怕你那点见不得光的安撒事儿？好，有胆量，跟你那个死鬼老爹一模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你爹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死不瞑目，是我亲手把他的眼睛合上的。他临死前求我放过你，他说孩子无辜，让我别害你。我答应了他，然后我就回了京，大摇大摆的进了谢家，占了你的家，睡了你的娘，养了我的女儿。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活了10几年，我有上万次机会能随手掐死你，可我偏不。留着你这么个谢晨华亲生的祸根在眼跟前看着，倒也有趣的很。大小姐，你记住了，这深宫里根本就没有好人，要不然你在观音殿里为什么把陈妃喊成清河？谢姨，你会不得好死的！爹，女儿替您报仇了。惠嫔娘娘，这壶里可还剩最后一杯呢。太后杀了谢文柏，杀了娘，杀了谢武，现在轮到灭我的口了。姑姑，劳烦您回禀太后，就说谢烨身怀有孕，事发突然，嫔妾还没来得及向皇上和太后娘娘报喜呢。什么？姑姑没有听错，昨日在观音殿受了那一记闷鬼，今日身子便觉得坠痛不适，太医诊过脉，说是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这酒我是喝不得了。姑姑，您说这是不是天意？娘娘福泽深厚，这确实是天大的天意。3个月，倒是命大。既然皇嗣要选她当娘，哀家若再送酒，倒显得哀家不慈了。哼！太后娘娘有旨，惠嫔谢氏孕育皇嗣有功，特封为惠妃。这永寿宫清静宽敞，娘娘便在这儿安心住下吧。太后娘娘说了，让您好好养胎，等孩子平安生下来，到那时还有的是赏赐等着您。臣妾谢太后娘娘体恤，那碧幽就先退下了。赏赐，等孩子落地，就是勒脖子的白情了吧？太后啊太后，你想留我到瓜熟蒂落，可惜我这人等不得，要活命就得在那孩子出生前先送您下地狱。娘娘，太医说您近来气色渐好，只需静养。皇上最爱看本宫这副模样，若是不施粉黛，岂不扫了他的兴？给陈妃娘娘请安。惠妃如今怀着金疙瘩，怎么有空到本宫这冷清地方来？这些是太后娘娘赏赐给嫔妾的，嫔妾身子还轻，胎气也稳，用不上这些东西。倒是娘娘身子弱，正该好好补补。收下吧，你倒是有心。娘娘请用茶，敷了脂粉又如何？瞒得过皇上，却瞒不过这满屋子的死气。上辈子她就是在这个秋天死的，她死后，皇上哭得肝肠断断，追封她为皇后，辍朝3日。主子，奴婢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那些可都是太后娘娘特意赏给您安胎用的，您全送给了陈妃，万一太后知道了，会不会不高兴？不会啊？为什么？太后当然会不高兴。那些药材是她赏给我安胎的，我转手送了人，当众打她的脸，可我要的就是她不高兴。惠妃娘娘，太后娘娘差老奴来问句话。听说您昨儿把那些安胎的名贵药材，一股脑儿全送去了永科宫。姑姑明鉴，
陈妃是皇上的新监人，她身子一直不好，皇上为了这事忧心忡忡。昨儿个在那店里，娘娘开口讨要嫔妾身份微末，如今虽有了身孕，哪敢拒绝娘娘的意思？再者，也算是替皇上分忧，这才……哀家还没死呢，他就敢抢哀家孙子的保命药了？他这是在咒哀家的孙子，还是在扇哀家的老脸？去百家永康宫，哀家倒要看看他这张脸皮到底有多厚。行了，坐着吧，省得皇上回来说哀家亏待了你。惠妃怀着身孕，那是哀家的亲孙子，她不懂事，把保命安胎的药材拿出来送人，你竟然也有心思收？你是觉得你这副残躯比哀家的孙子更金贵？拿着小辈保命的东西来续你的命，你倒是真受得起。沈氏，你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就能在这后宫遮了天？哀家赏给皇嗣的东西，你不仅敢要，还敢吃？臣妾只是想着惠妃的一片心意。心意？你是想要她的命，还是想要哀家孙子的命？你给哀家滚下来跪着！这榻也是你这副蛇蝎心旁的人配躺的。哀家看你这副模样就觉得恶心。这些年你仗着那点子救命之情，整日里扒着皇上不放，恬不知耻的霸占龙宠，却连个一儿半女都生不出来。太后，你还有脸叫哀家太后？别用那种眼神看着哀家，真以为哀家不知道这些年宫里无子是怎么回事？你断的是皇家的后，那是断了大周的根。你这一身病，就是上天给你的报应。哀家就该早早一脖子勒死你！贪得无厌的人，从没有好下场。你听好了，只要哀家还活着一天，这后宫的皇后之位，你死也别想染指。那皇后之位是哀家留给亲外甥女儿的，你连提鞋都不配。碧幽，咱们走，别在这儿沾了一身的要死气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陈妃，那个皇上宠了3年的新监人，被太后生生骂断了气。皇上，太后，哀家听闻了，陈妃她……母后，您昨天来永科宫，跟她说了什么？哀家只是说了她几句。她身为妃嫔，整日涂烟抹粉的成什么样子？哀家那是让她注意身子，不要整日里想那些有的没的。您说了她几句？母后，她身子什么样，您难道不知道吗？太医嘱咐过1万遍，她这身子受不得半点刺激。您明知道她心气高，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说她？皇上，哀家也是为了皇家。这是什么？只是觉得她不懂事，还是只是觉得她霸着朕不放，碍了您的眼？母后，她跟了朕10年，从朕还是皇子的时候，她就守在朕身边。这10年里，她为朕受了多少苦，吃了多少罪，您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？皇上，哀家没有恶意，哀家只是想教教她规矩。母后，你什么时候对她有过善意？选秀的时候，你非要逼着朕选秀，您在所有人面前说她没有子嗣，说她德不配位。现在她被您逼死了，她终于死了。母后，您现在满意了？皇上，你这是在怪哀家，哀家那是为了大周的江山社稷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陈妃沈氏温惠秉心，疏进池宫，追封为孝贤皇后，辍朝3日，举国哀悼，以皇后之礼下葬。皇上，自古以来，皇后之位非同小可，必须由哀家和内阁联名商议，岂能如此草率？朕的皇后，朕说了算。他终于意识到，那个曾经听话的皇儿，已经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。这宫里的规矩，已不再由他事事顺心。李德全，老奴在。去太医院，那些平日里给陈妃看诊的太医，通通革职查办，就说他们诊治不力，隐瞒病情，耽误了皇后的寿数。朕要让他们为陈妃陪葬。主子，
慈宁宫那边快被皇上搬空了，皇上心里的火总得找个地方烧。太后是亲母动不得，自然得由那些奴才来背锅。这宫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主仆情。太后老了，爪牙被拔了，这日子才刚刚开始呢。碧幽，皇上今儿还是没让人往这儿送东西吗？娘娘，皇上他还在批奏折。惠妃娘娘，太后娘娘想请您去慈宁宫坐坐。太后娘娘万金之躯，若有吩咐，差人传口语便是，何须姑姑亲自跑这一趟？可是娘娘有什么交代？太后娘娘是想请您去皇上面前替她说几句体心话。皇上现在心疼沈皇后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连内河的老臣都被顶了回来。可老奴瞧着，皇上偶尔还是会去您那里坐坐的。您的话，皇上定能听进2句。姑姑这话折煞嫔妾了。太后娘娘是皇上的生母，这天下哪有母子间过不去的坎儿？说是有话，当面说开了便是。我一个妃嫔，若是掺和进天子家事，不仅乱了规矩，还让皇上生了厌。这差事，嫔妾实在是没那个本事，也不好掺和。听说了吗？太后娘娘那位娘家侄子刚被弹劾了贪墨军饷，皇上直接下了天牢，连太后的面子都没给。这风向变了，现在谁还敢往慈宁宫跑？皇上，哀家想了许久，打算去五台山礼佛几年，为沈皇后超度，也为大周江山祈福。既然母后有此诚心，朕便不再挽留了。李德全，去准备仪仗，送太后出宫。走吧。皇上，今儿个您劈钳子的手劲儿都利落了不少。这参汤是永寿宫惠妃娘娘特意嘱咐老奴送来的，说是您近日操劳，得仔细着龙体。她倒是心细，太后这一走，后宫倒是清静。朕瞧着，你这儿倒是这宫里唯一的安稳地儿。皇上来了。皇上，嫔妾有一事相求，只是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讲吧。要嫌皇后，她走得孤苦，沈家满门忠烈，可娘娘膝下无子，100年之后，这往生路上的香火恐怕无人供奉。每每想到此处，嫔妾这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嫔妾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若能托生在皇后名下，将来也好有人岁岁年年给她烧纸上香，全了这份恩情。惠妃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嫔妾知道皇上心里一直放不下娘娘，嫔妾能为您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惠妃，这辈子欠陈妃的债还也还不上，你提着皇上这份情，朕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惠妃沈氏柔家诚信，淑慎持恭，秉性纯良，堪当中宫之位，以正后宫之德，册封为皇后，赐居坤宁宫。钦此。娘娘，您真的封后了。皇后，上辈子我被马蜂蛰得面目全非，像条丧家犬一样被扔在寒风透骨的破庙里等死时，何曾敢想过竟会有今天。娘娘，您瞧，奴婢在旧物里翻出了这2个，这2个荷包用的都是苏州制造的月光缎，花色针脚竟然瞧着一模一样，跟双生儿似的。这只是去年夏天陈妃送的，那时候我刚送了她100份药师镜，她以此为由，说是亲自缝制了回礼。这只是我照着她的样子亲手缝制的。娘娘既然有了陈妃娘娘送的，为何还要费那个功夫自个儿缝个一模一样的？因为陈妃送的这一支里头浸透了浓浓的麝香和红花。什么？麝香红花？那可是女子的大忌啊！活血化瘀，说真像她嘱咐的那样，日日佩戴，片刻不离，我这辈子便别想怀上皇嗣了。陈妃沈氏从一开始就没想让我活，她想绝我的后，想看我在这宫里老死枯萎，所以我才缝了另外一只，在那几场公益上带给她看，让她对我彻底放下戒心。我利用她的傲气去激怒太后，利用她的大度除掉林氏和谢武，这一步步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清河，谢文榜死前说的对，这宫里从来就没有好人，好人在这座吃人的宫里是活不长的。娘娘，趁热喝了吧。太医说小皇子最近长得快，您得多顾着自个儿。等明年开春，这坤宁宫里可就热闹了。这孩子有皇上疼着，有娘娘护着，定是这天底下最有福气的。是啊，再过几个月
这孩子就要出生了。这个孩子，他生来便是这天下之主，他不用在这座吃人的皇宫里卑微的挣扎求生，因为他的娘亲已经把所有的路都为他铺好了。